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川普最新宣称，美以联军正把此前从未考虑的目标和地区加入军事打击范围，战争将如何升级？同时，面对美国对伊朗战争的强势开局，习近平最近的3个动作意味深长。先来看看实施怒火行动打到第8天，战场呈现一幅什么画面？负责这场战争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官方 X 账号称，在实施怒火军事行动的第1周，美军已经打击了超过3000个目标，这个打击力度未来不会放缓。截止3月7号，已经摧毁了43艘伊朗军舰，伊朗海军已名存实亡，剩下2个像样的伊朗军舰目前以机械故障为借口，停靠在一个印度港口避难。而伊朗的空军从来就没有什么存在感，在此轮攻击下更完蛋了。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几乎完全控制了伊朗的领空。此外，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比开战第1天下降了 90%， 无人机下降了 83%。美国目前在中东部署了庞大的军力，5万多名士兵，200多架战斗机，2个航母打击群全在位。与此同时，美国第3艘航母乔治 H.W. 布什号目前正在赶赴这个战场的路上。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正式宣布战争进入第2阶段，下面要做的是加大力度摧毁伊朗政权的军事根基。3月7号凌晨，超过80架以色列战斗机同时飞临德黑兰上空，一个波次就投下230枚炸弹，打击目标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伊玛目侯赛因军事大学，也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军官摇篮。另外，被攻击的目标还有伊朗的弹道导弹储存设施、地下导弹指挥中心，以及专门瞄准以色列的伊朗西部和中部发射阵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还在德黑兰的穆赫拉巴德机场摧毁了16架革命卫队圣城旅的飞机，据说这些飞机上载满了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和现金。但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击发生在3月6号，50架以色列战机出动，投下100枚炸弹，端掉了为哈梅内伊特别建造的藏在德黑兰市中心住宅区下的数十米深处的秘密指挥掩体。这个地堡是以色列情报机构追踪多年的目标。虽然哈梅内伊本人早在2月28日战争开始时就被炸死了，但地堡一直被伊朗政权的高层继续使用。对了，有关以色列和美国是如何在2月28号把哈梅内伊从地堡骗到地面开会的，我在杰森新闻快递频道中专门做了一期节目，揭示了很多内幕，推荐没看的朋友看看。也就是说，以色列国防军不是在炸一个空壳，而是在系统拆除这个政权残留的指挥中心。以军确认，打击目标之一是哈梅内伊办公室的代理幕僚长西贾奇。以色列的意思很明确，不管你躲在哪里，不管你接替谁的职位，我们都知道你在哪儿，而且我们会干掉你。3月7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了一段5分钟的电视讲话，说了一段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讲过的话。他居然向自己此前攻击的邻国道歉了。他说，我必须以我个人和伊朗的名义向那些遭到攻击的邻国道歉，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无意侵略和攻击他们。他宣布，伊朗临时领导委员会已经决定停止对所有邻国的打击，除非对方先动手。他甚至承认，革命卫队一直在公开的不分敌我的四处攻击。他把责任归咎于高级指挥官被炸死之后，革命卫队部队之间的沟通出现混乱。一个国家的总统公开承认自己的军队在乱打一气，这本身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然而，更匪夷所思的事情紧接着就发生了。佩泽西奇扬的讲话播出不到1个小时，一架伊朗无人机就击中了没有美国驻军的迪拜国际机场，差一点就命中了机场的 A 号航展楼。与此同时，卡塔尔也拦截了一枚伊朗的弹道导弹。巴林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拦截了2枚瞄准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弹道导弹和6架飞向沙伊巴油田的无人机。
光是3月7号这一天，阿联酋就拦截了15枚弹道导弹和119架无人机。伊朗总统这边道歉，伊朗军队在那边开火，这已经不是个沟通混乱，而是一个政权在自己和自己互扇嘴巴的问题了。接下来发生的是3层矛盾，把这场内部撕裂展现得淋漓尽致。首先，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齐将军直接否认佩泽西强的说法，声称伊朗没有打击那些没有为美国提供入侵空间的国家。这句话等于是说我们没打，但如果打了，那也是他们活该。随后，伊朗革命卫队又发表一份正式声明，同样否认对邻国进行过任何有敌意的攻击，但同时又威胁说，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整个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和利益都将成为我们的首要打击目标，将遭到我们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毁灭性的打击。那么第三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更早之前就已经承认了，攻击行动不是政府的选择。伊朗的军事单位已经变得独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伊朗的文官控制。你看，外交部长说军队管不住了，总统出来道歉，结果军方发言人说我们没干，革命卫队说我们还要继续干。就连 CNN 这样的智力很一般的媒体都看出来了，说德黑兰的政治领导层已经无法指挥自己的武装力量。半岛电视台的分析师更直接，说革命卫队现在完全做主了，打不打，怎么打，由他们说了算。我在刚开始的2期节目中，对这个混乱状态背后的有关逻辑做了深入的分析。近期《华尔街日报》也做了类似的分析。《华尔街日报》说，伊朗此前实施了一套叫马赛克防御的军事学说，初衷是当中央指挥系统被摧毁时，各地区指挥官可以自主决策，独立作战。现在伊朗的中央指挥真的被摧毁了，马赛克防御真的被激活了，结果每个地方的指挥官都在按自己的判断开火。总统说的话没人听，一个原来以为可以保命的机制，却变成了让这个政权内部碎裂的机制。回看美国本土，川普在这场战争中的存在感一点不比战场上的炸弹弱。4月6号早上，他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个帖子迅速传遍全网。他说，伊朗除了无条件投降外，我们跟伊朗没有任何交易可谈。等他们无条件投降后，等他们选出一个伟大的可接受的领导人后，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将竭尽全力把伊朗从毁灭的边缘拉回来，让他在经济上更大、更好、更强，让伊朗再次伟大。 Make Iran great again, mega。 在接受 Access 采访时，川普解释说，无条件投降是指要么伊朗宣布投降，要么就是美国打到伊朗没有目标可打为止。更惊人的是，川普对 CNN 说，他打算亲自挑选伊朗的下一任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儿子是不可接受的，川普暗示有计划把对委内瑞拉的解决方案搬到伊朗来。到了3月7号上午，川普的调门又拉高了一截，他发帖说，今天伊朗将被狠狠打击，一些过去从未被考虑列为目标的地区和人群，现在正在我们认真考虑彻底摧毁。直到美东时间3月7日下午，世界才意识到川普这话是什么意思。从伊朗首都德黑兰传出惊人画面，德黑兰北部的阿格达西叶油库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爆炸声在伊朗首都这个最富裕的街区上空回荡。各方消息确认，油库大火是以色列轰炸攻击造成的。以色列空军同时还轰炸了德黑兰其他30个石油设施，这是美以联军第一次大规模轰炸伊朗的石油工业，轰炸伊朗的经济心脏。而这次攻击只是这类升级的开始，战争的残酷正在伊朗权贵面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主要负责这次战争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这边则在 X 平台上打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信息战。伊朗官方连续5天宣称击沉了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到了第6天又改口说航母奇迹般的浮出水面，又在遭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后逃离了战场。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直接发了一个帖子，配上
林肯号当天在阿拉伯海上的实拍照片，语气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嘲讽，说先是连续5天说击沉了林肯号，现在又说航母奇迹般的浮起来逃跑了，还需我们多说什么吗？这条帖子获得了170多万次浏览，而更早一条系统性指出伊朗虚假宣传的帖子，什么击沉了驱逐舰，击落了美国战机，打死了1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浏览量已经达到了160万。美军中央司令部甚至发布了打击伊朗无人机航母的视频，这是伊朗海军最大的航母平台，是一艘改装的4万吨集装箱船，配有180米长的飞机甲板，画面里它正在燃烧。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接受60分钟专访时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记住的话：没有人在让我们陷入危险，是我们在让对方陷入危险，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现在唯一该担心的是那些以为自己还能活着的伊朗政府和军队官员。在所有这些台面上的爆炸和嘲讽背后，还有一条暗线正在悄悄改变这场战争的性质。3月6号，华盛顿邮报率先爆出一条重磅消息，随后被 CNN、NBC、美联社、路透社全部证实。什么消息呢？报道说，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卫星图像和目标定位数据，内容包括美国军舰、飞机和地面部队的位置信息。一位美国官员形容这是俄罗斯一次相当全面的努力，这不是随便递个纸条的事情。分析员注意到，伊朗最近的打击行动开始呈现出一种非常眼熟的模式，先用无人机群进行饱和式骚扰，紧接着弹道导弹精确打击预警雷达和指挥控制节点。这套打法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用过的空袭战术如出一辙。换句话说，伊朗那些看起来超水平发挥的精准打击背后，很可能站着俄国的军事顾问和卫星系统。赫克塞斯在60分钟专访里被直接问到这件事情，他的回答很耐人寻味。美国人民可以放心，他们的总司令非常清楚谁在跟谁说话，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通过秘密渠道的，都正在被直面回应，而且是强力回应。然后他补了一句：我们在追踪一切。他说，美军已经把俄罗斯的情报输送直接纳入了作战计划的考量。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赫格塞斯在直接向俄罗斯递话，告诉他们，你们喂给伊朗的情报，我们不仅知道，而且已经把这个变量算进去了。这句话说的风轻云淡，但背后的含义相当深远。美国和俄罗斯正在通过伊朗这个战场进行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情报对抗。首先，俄罗斯不要再幻想他们给伊朗喂消息可以改变整个战争的走向。其次，如果美军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实质的伤害，俄罗斯不会没有任何代价的。显然，这场战争的维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波斯湾的范围。而就在同一天泄露的一份美国机密情报评估，却又给出了一个让人不得不正视的判断：单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推翻伊朗政权。这又引出了一个所有人都在回避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接下来美国和以色列该怎么办？表面上看，白宫的说法很明确，新闻秘书莱维特在3月6号估计，这场军事行动大约还需要4到6周。但是开源情报圈子里流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信号：五角大楼正在向中央司令部增派军事情报官员，而这些增派的军事情报官员准备工作的期限却不是4到6周，而是至少100天的作战周期，有可能一直持续到2026年9月。华盛顿邮报3月7号的报道印证了这一点。美国官员正在为一场持续至少3个月以上的战争做准备。与此同时，在目前美军这个轰炸强度下，美国每天在军费上的花费大约是近10亿美元。你没有听错，一天10亿美元。开战头100个小时就已经烧掉了37亿。钱的问题还只是一个方面，
分析人员已经开始讨论一个更敏感的话题，就是地面行动的可能性。根据川普最新讲话，他已经放弃原本想让库尔德人从伊拉克攻入伊朗的想法。有关原因和更多细节，请观看我在杰森新闻快递频道今天刚刚推出的一期节目。美国对伊朗政策主任布罗茨基在 X 上发布了一篇分析，锁定了一个关键目标——哈尔克岛。伊朗90%的石油出口都要经过这个岛。如果美军拿下哈尔克岛，就等于是掐住了伊朗经济的咽喉。这对川普政府来说是一张极具诱惑力的牌。空袭无法打垮伊朗政府，用这条经济绞索或许可以达到战争无法达到的目的。虽然战争启动之后，国际原油没有出现疯狂暴涨的情况，但是国际油价最近也已经飙升到了每桶91美元。美国国内油价1周之内涨了43美分。另外，3月6号，美国国务院紧急批准了一笔15180万美元的军售计划，批准向以色列提供12000枚炸弹。这场战争的机器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资源和财富。所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局面是这样的：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打残，但政权还在。总统和军队在互相拆台，但革命卫队依然在自主开火。川普要求无条件投降，五角大楼在悄悄准备打持久战。俄罗斯背后为情报，美国说我全知道。空袭每天烧10亿美元，但机密评估说光靠炸解决不了问题。在战场步入第2个阶段的同时，这场战争也开始面临更多的抉择。美国和以色列到底会停留在一场惩罚性的空中打击层面，还是会向地面行动、经济封锁乃至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发展？未来1到2周就可能是我们这里提到的多个问题答案的揭晓时刻。虽然炸弹都落在了伊朗政府的头上，但是最近网上大量的评论却聚焦在了中共的头上。伊朗在这次战争的头8天遭受的重创，对中共意味着什么？很多人一说到中共和伊朗，脑子马上冒出来的就是2个字：石油。好像中共无非是在中东找个稳定的油罐子，能买就买，能省就省。可真是这么简单吗？如果只是做生意，中共何必在2021年和伊朗签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还抛出大约4000亿美元的长期基建和能源投资承诺？何必又在2023年把伊朗正式拉进上海合作组织？这就是说，中共压在伊朗身上的根本不只是油桶，而是一整套地缘政治算盘。伊朗为什么这么重要？首先是位置，这个国家夹在波斯湾和中亚之间，一头拴着中东能源，一头连着陆上通道，正好卡在一带一路最让中共心痒的那一段。中共这些年一直有个念头，就是尽量少受美国海军控制海上航道的牵制，最好能在地图上给自己另画出几条路。伊朗在这个构想里就像一根桥墩，一旦立住了，中共在中东到中亚这一线就有了更大的腾挪空间。其次，伊朗和中共的关系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种平等关系。现在中共已经成了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买走了伊朗大约90%的石油出口，90%，这可不是一个普通客户，这是命脉。可反过来看，伊朗石油只占中共石油进口大约12%，对中共来说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离不开。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很不对等的绑定，一边把另一边当生命线，另一边把它当战略工具。而且伊朗对中共真正值钱的地方还不只是卖油，也不只是修路，而是它可以替中共拖住美国。这个逻辑其实很狠，也很现实。伊朗长期拿核问题当筹码，又通过一批地区代理武装把中东局势搅得忽冷忽热。今天这里响一枪，明天那里冒一团火，美国就不得不持续把军力、外交精力和资源压在中东。美国越忙，中共就越轻松；美国越分神，
中共在印太方向受的聚焦压力理论上就越小。所以你看明白没有？中共未必每一场危机都亲自下场，但他非常喜欢危机替他服务。最好别人一直在前线救火，他自己在后方扩张，这才是那盘棋真正的阴的地方。可现在伊朗这个棋子正在被打裂，美国和以色列连续出手，重创了伊朗的浓缩铀设施、军工体系和武器库存。这可不是普通敲打，而是直接往伊朗最硬的地方下手。过去伊朗最叫人忌惮的就是他那种半遮半掩、若有若无的核威慑，再加上一圈代理武装四处点火，谁都知道它危险，但谁都不愿轻易把它逼到极限。现在这一套威慑如果被削弱了，伊朗再想像过去那样一边虚张声势一边牵制美国，难度就陡然上升了。中共原来压住的是一个强硬反美、能持续制造地区压力，还能给自己提供战略支持的伊朗，不是一个被打得元气大伤、内部压力越来越大、战略价值不断缩水的伊朗。棋子一旦裂了，整盘棋就开始松了。还有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一起想一想。平时外界总喜欢把中共、俄罗斯、伊朗、朝鲜说成什么反美轴心，听上去像一团抱团取暖、随时联手的硬角色。可真到伊朗挨打的时候，谁真的站出来替他扛了？没有，嘴上都很强硬，身体都很躺平。这个场面一下子把真相照出来了。专制阵营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不是建立在信任，而是建立在共同敌人之上。不是彼此托底，而是彼此借火。风平浪静的时候，大家都像盟友；一旦刀真的落下来，就会发现谁都不想替谁挡。当专制者彼此取暖的时候，常常误以为自己在结盟，其实很多时候只是暂时站在同一片阴影里。说到这里，中共外交里一个更深的毛病也就露出来了。他为什么总爱和这些被国际秩序边缘化又特别擅长制造麻烦的政权走得近呢？因为正常国家之间合作讲的是规则、信用、透明、责任，这些东西对中共来说既不舒服也不方便。中共更习惯的是和那些急着找靠山又愿意对抗美国的政权做交易，这样谈判好谈，交换好做，灰色空间大，还能顺手把别处的动荡变成自己的战略红利。听上去很聪明，是不是？可真正的问题是，这种建立在不稳定、敌意和冲突之上的伙伴关系，看着凶，底盘却特别虚。平时像在布局，关键时刻才发现，原来是把自己的未来压在了一群随时可能倒下的棋子身上。更讽刺的是，中共一边深度留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里赚钱，一边又把赚来的资源输送给了一批专门破坏秩序、制造紧张的力量。中共离不开这个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因为离开了中共就会失血。可中共又不希望这个体系太稳定，因为越稳定，规则越硬，边界越清楚，它越不容易钻空子。所以中共最典型的姿态就是一边利用秩序，一边腐蚀秩序，一边吃全球化的饭，一边又砸全球化的锅。伊朗眼下的变局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把这套玩法的脆弱性一下子暴露出来了。你可以借别人的冲突给自己腾空间，但你控制不了别人的命运。别人真被打残了，你前面的投资、后面的算盘、嘴上的中立统统都会露馅。中共在委内瑞拉和伊朗数千亿美元的投资都面临这个结局。再看中共的表态就更有意思了。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中共谴责美以相关军事行动不公正且违反国际法。这套话术大家熟不熟？只要打到他的伙伴，他就把主权、国际法、公平正义一股脑搬出来。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他没这么激动；伊朗支持武装组织发动暴力袭击的时候，他也没这么义正言辞。说到底，中共不是真的敬畏规则，他只是挑着用规则。什么时候规则对自己有利，就高高举起；什么时候妨碍自己，就立刻装聋作哑。这不是原则，这是工具。
而且时间点也很微妙。本月底，如果川普真去北京和习近平会面，那么在这场会面之前，美国已经先用行动释放出一个很清晰的信号：你可以在全球到处下注，但你压的那些支点并不一定保得住。你可以幻想用中东的乱局给自己争取战略空间，可一旦这些乱局被人直接给拆解了，你整个布局脆弱性就会被放大给全世界看。说白了，中共这些年总是想找最会闹事的人替自己分担压力，结果现在发现，越会闹事的人越靠不住。所以这件事情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不只是伊朗受挫，而是中共这类大战略的内伤越来越藏不住。一个政权如果总想把希望寄托在最封闭、最专制、最擅长制造冲突的力量身上，它看上去是在经营未来，实际上是在透支未来。真正能撑住大局的，从来不是恐惧，不是仇恨，不是代理武装，更不是一批随时可能崩塌的专制盟友。真正稳得住的是制度，是信用，是人心。火可以借一时，势可以偷一城，但是靠别人的战乱换来的空间，终究不是自己的根基。你觉得中共这次在伊朗身上的失手，只是一笔投资出了问题，还是他整套对外扩张逻辑已经开始露出裂缝？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一起往下观察。最近有3个迹象显示，这场战争已经把习近平的东升西降梦可能给打醒了，已经迫使中共做出调整。首先，中共开始考虑自己能源的未来，开始限制汽油、柴油的出口了。另外，近期中共在台海骚扰台湾的军机数量大量减少。更有趣的是，有报道说，目前中共正在和波音公司谈一个买500架客机的合同。自从中共和美国关系强烈对抗以来，中共购买的波音飞机数已经从占波音公司订单总量的 25% 暴跌到 2%。 有人分析，目前中共又开始积极和波音谈这个大订单，可能是在给这个月底川普访华设一个大礼包。美国打了中共最亲的小弟，中共还在给美国送礼，中共这是在卖什么药？虽然伊朗战争仍在进行，但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强势开局，已经让世界两强博弈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目前战争和世界格局推进得非常快，网上信息混乱，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在发布不同的信息和解读。越是这样，直接去听原汁原味的消息越重要。所以近期我在杰森新闻快递频道第一时间推出了大量的同声翻译节目，希望给华语世界提供一个不加过滤的消息便捷渠道。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